哦，这次直接上手 Pixel 6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现在 Google Pixel 6跟 Pro 都已经上市，应该说可以开始预购了。那网络上也非常多其他 YouTuber 评测的影片。那可是目前评测的影片，我们看到都是比较简单的开箱，没有真的去测试里面的相机啊、什么界面这些都没有展示出来。那昨天呢，我们到台湾 Google 的这个产品体验会上面，那也真的很感谢 Google 的邀请。那到现场，我一开始蛮担心，就是说会不会不让我们真的去试用这只手机啊，或去体验它，或者去拍摄它。但是其实我们现场可以玩任何的手机的功能，然后相机的功能，全部都可以体验测试。那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上手的感觉啊，还有对它相机的这些功能有什么感想。那如果是我频道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是从 Pixel 3开始就非常喜欢这支手机，因为以我个人看来，我觉得 Pixel 3是第一支真的用演算法改变这个拍照的效能，然后让我们对传统这种一定要从硬体方面去升级才能让照相的表现更好的这种观念完全的改观。所以呢，从 Pixel 3开始再来的每一代，关于 Pixel 的每一支手机，我都会非常的关注它。这一次能抢先体验 Pixel 6，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兴奋。那首先呢，规格的部分我就先不多讲了。那6跟 Pro 的部分差距就是萤幕大小啊，还有萤幕更新率啊，那还有 Pro 后面有多一颗相机，还有前置镜头有一些差距。关于规格细节的部分，我会再放链接在下面。那我们今天的影片会比较专注在我自己有订的那一支啊，就是 Pixel 6 Pro。那首先这支是一个 6.7 寸萤幕的手机，所以它基本上是跟现在的 iPhone 13 Pro Max 一样大的萤幕。可是你一上手之后，你会感觉它萤幕可视的范围比较大。其实这个也不是错觉，是因为它并没有刘海，然后加上它在萤幕的视角并没有做这种圆弧的设计，所以它真的可以视的范围是比较大一点。那另外呢，在你上手之后，你会觉得它的手感怎么那么轻巧，好握非常多。那就是因为它的设计是这种旁边切圆弧的设计。那在重量部分呢，相对13 Pro Max 也是轻了不少。那它的重量是210克，但是它里面的规格你要去想一下，它后面还是一样有3颗镜头。那在主镜头的感光元件还是比 iPhone 大，然后它的长焦镜头也是比 iPhone 还要远。前面的萤幕部分呢，它一样有120赫兹，而且它也是一个可以自适应更新率的萤幕，然后还有萤幕下指纹解锁。那更厉害的是，它在里面的电池容量是5000毫安时，所以你就去想说，它的电池容量也比13 Pro Max 大，然后它上面镜头硬体的规格也比 iPhone 13 Pro Max 好。所以这个就回到我现在在讲 iPhone 13 Pro Max 的重量的问题，就是如果市场上有手机，它的里面的规格都跟你相当，或比你还稍微好一点的情况下，那它的电池容量也比你多，那为什么这种时候人家重量还可以比你轻的大约40克？这个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材质上的选择可能要有一些取舍啦。那再我们就讲颜色的部分，那我自己订的是风暴黑的这一支，那现场并没有白色那一支，不然其实我个人是很偏好那一支，可是其实那一支它的上市时间会比较晚，然后现在好像也订不到。再来另外一支就是阳光黄，先前其实很多观众会担心的，像我自己也是啊，像这种两个颜色的设计啊，然后它的相机中间又切了这么长一块，会不会亲自看到会觉得很突兀？因为其实在照片上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是亲自上手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这种感觉。那真的也像很多评测者他们现在所讲的一样，亲自看到会比你以为的还要再好看很多。然后关于它后面的相机是直接切一个直条的部分，我喜欢的就是当你在摆在桌上的时候，它不会像现在 iPhone 或者其他手机会有这种跷跷板的现象哦。那就算在你装上壳的时候，它后面相机切的地方还是一样是垂直的一条线，所以不管你装壳啊或者装不装壳，它摆在桌上都会呈现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那这一点我就觉得是还不错的设计。好，那再来我们就讲重点，我自己比较在意就是相机的部分。那我们在现场他们有展示非常多不一样的功能给我们看，然后加上我们自己体验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大约1个多小时啊。那我这边跟大家讲，在我们现场任何要拍摄要怎么去使用相机，怎么去玩它，都是没有被任何限制，所以每一颗镜头我们都能去试拍，然后在每个场景下都能去尝试它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如果你也是很在意相机的话，我来分享一下我初步的感想。那他们现场有重点展示几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在你拍摄完一个场景，比如说你有时候在外面人比较多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把后面可能你不想要有的场景啊，可能是垃圾桶或者是其他的路人，它可以用手指画一画就把它消除掉。那这个先前在它的发表会上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说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怎么可能处理的这么好？那所以我们现场在尝试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有自己在拍一张，而且不是用它里面内建的图片来尝试这个功能。那我必须说真的是还蛮神奇的，而且它消除的速度很快。那你基本上在很多状况下，你也不用去选择你想要消除的是什么，它自动就会判断出来。很有可能说这个路人跟你贴
贴着很近，或者说在你边缘的话，其实跟它是有重叠，可是它还是可以在里面去演算出来说你可能想要消除的是哪一块，而且非常的精准。然后在你选择要消除掉它的时候，也花不用几秒的时间。这个部分现场看到真的算是非常惊艳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拍摄这种像是慢快门的这一类的特效。关于这个部分，如果你是 iPhone 使用者的话，你可能会问说，那跟我们现在现有的动态照片里面的长曝光这个特效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是差距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你在 iPhone 里面你开启这个动态照片的长曝光，如果这个时候你拍摄的主体啊，或者你的手并没有非常的稳定的话，它基本上整个场景都会被晃动到。那 Google Pixel 这一次这个功能呢，它是在于你拍摄的时候，你前面的人也不用到非常的稳定啊什么，只要你后面的场景像是摩天轮什么是有在动的情况，或者你后面车是有在开过去的情况下，它可以去判断说你的主体在什么地方需要定格，然后后面什么地方，比如说像是火车啊、汽车，你可能想要拍到那种光轨的话，它会自动去运算。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实际使用上，它可以拍照出不一样的创意的部分就多了非常多。那如果你有在玩相机的，应该知道，如果现在想要拍这种光轨啊、长曝光，你第一可能你要有脚架，然后你的快门要放慢，然后人要站得非常稳，光圈要缩得非常小，就是你有蛮多参数需要去调整，然后才能拍出一张类似这样的照片，然后还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那这次直接拿着手机手持就这样按一下，它就可以拍出这种效果。关于这个部分，如果你也是爱玩摄影啊，想要创造出不一样的这种特效的话，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功能。那在另外一个体验到的就是它的夜拍的功能。那我们知道，其实从 Google Pixel 3开始，它的夜拍就是非常的强。那这一次在 Pixel 6呢，也没有让我们失望。我们在尝试在一个非常暗的场景，他们一开始先拍一个，比如说前后对比很强，后面是暗，然后前面有霓虹灯的情况下，那这种时候拍完呢，它也不会因为可能它的对比过强，霓虹灯会过曝啊，后面就看不清楚。那它还是可以用演算法的方式，把整个场景都运算得非常好。那再来更厉害的就是我们把灯全部关掉，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上看到，我是使用 A73 去拍的，所以 A73 它在低光源的表现下算是非常好的一台相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我拍到的几乎就是全部杂讯，然后整个是暗的情况下，那这种时候呢 ，Google Pixel 6去拍，它竟然拍完之后，然后它整个画面还可以处理得非常干净跟漂亮，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惊艳。所以关于夜拍的部分，我也蛮期待再来可以跟 iPhone 13 Pro Max 来做个对比。在现场，我们也自己尝试用这个相机去拍了非常多不一样的照片啊，前置镜头啊、人像模式啊什么等等。那我觉得它的表现效果都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初步体验下来，我必须说我对这次相机的表现算是非常满意。那但实际测试的话，我可能就是拿来跟我的 iPhone 13 Pro Max 比啊，然后还有三星的 S21 Ultra， 然后我们再会测试一些比较复杂的光源啊，或是夜拍啊，或者是影片的这些对比。到时候我实际买到手了之后，我会再来比对跟大家做个分享。那在另外一个他们有强调的功能，就是他们这次在安全性上面做了很大的进步。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现在在 iPhone 上面有一些 App 啊，或什么，你可以去看它有没有在使用你的相机，有没有在使用你的麦克风。那这次在 Google Pixel 上面呢，你可以在应该说在整个管理的阶层，可以强制的去关掉你的相机跟你的麦克风。那这种时候，所有的 App 任何的使用情况下都没有办法去偷偷开启你的相机跟麦克风。那这个地方我就觉得非常方便，所以对很多注重隐私的人应该会蛮喜欢这个新功能的。好啦，那今天就是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实际上手啊、使用它啊、体验啊这些相机的心得。那我必须老实讲，我自己是算是非常非常的期待，那所以我自己也马上订了一支。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我测试啊、一些重点的比较，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那或者是你们可能也对这支手机很期待啊，你们有什么想讨论的，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